往前就踏上未知的路，那不存在的未来是我的徘徊，盲目跟着光，跟着风，坚守着什么？无形的伤害，无法再等待，一切都来不及更改。走出了黑暗，走进那曙光，闪开你的心房，微笑了奢望，穿越了迷惘，双手迎接曙光，把过去永远永远永远都释放，寻找光，就算路上依然有风浪，再一次张开双手拥抱希望，不再被眼眶，也不再彷徨。走吧。煮午餐？是啊，他说现在网上啊有教人家煮什么意大利面，还说很容易的哎。他一定是有目的的。如果他跟你提出什么要求，你都不要心软。你就不能够说一些好听一点的吗？又是狡猾又是有目的的。哎，他只不过是个13岁的孩子啊，不知道的人啊还以为你在说什么大反派。外婆，我在他心目中就是个大反派。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是个变态。哎呦，不许你这样跟妈咪说话啊！他说什么？叫他听电话。哎呀，你们母女俩不要这样嘛，不要搞得好像仇人一样。你没听到他怎么说吗？小鱼，快点跟你妈咪道歉，快！外婆，他在我房间装了 CCTV camera 偷拍我啊！那不是变态是什么？什么偷拍？叫他听电话。宝贝，来，我来跟他说。我在你房里装摄像头，没让你知道吗？是啊，你只是让我知道，根本就没征求我的同意。我还要征求你的同意，你不过是个小孩。我不是小孩，我13岁了。就算是小孩，你就不用管他的感受吗？我只是把摄像头对向你的书桌。So， 要我跟你说谢谢吗？什么态度？小玉啊，妈咪这么做呢，也是因为也是关心我，对吗？你们最厉害就是用这一招了，不管做什么事，只要一句也是关心你，我们就要乖乖闭嘴，乖乖被你们关心。哎呦，不要再说啦！哎，方达，你跟慧珍啊，好好去放假，小鱼有我看着，你们不要操心啦。啊，就这样说定了哈，拜拜。哎呦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你爹地妈咪一年从头忙到尾啊，你就不能让他们好好的放个假吗？
小鱼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他也不想想我为什么这么做。他的 PSLE 考得那么差，他却好像没一回事一样，还偷懒撒谎。你知道吗？他现在还学人家上网交网友，还是个男的。哎，你的小宝贝啊，他这么做你能接受？叛逆期的孩子就是会抬杠，等过了这阶段就没事了。好，我会看紧一点的，别生气。哎，笑一个嘛，笑一个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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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，就是要这样嘛，我们难得出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失落4人组，跟你们隆重介绍第一位，Coco， 嗨，失恋，喂，干嘛？你怕你有眼屎啊？哪里？根本就是没有，你看他就是那么容易被骗，所以呢老是被男人甩。过分。那下一位呢就是蕾蕾，失业，我是老板杀手。他是老板杀手。啊，那下一位呢就有点可怜了，莎莎失眠。他还没醒啊，连门都没有关。那最后一位呢，就是我啦，丁丁，失忆。请继续追踪我们的失落4人组7天6夜自驾游 ，See you。哦，谢谢。哇，蕾蕾看起来很好吃哎，好像不错哦。咖喱云吞面呢？你们去找个位置坐，我去点吧。弟弟你最棒了。还好我们找到了，这档咖喱云吞面的评价很高的。我们好一阵子没进 JB 了，你怎么知道这地方啊？上网找的。还特地上网找。当然啦，这是我们的行程的第一份早餐，肯定要花点心思嘛。他们得了米其林吗？啊，老板，卖完了啊。卖完了。你看，你看，特别失望。就一碗云吞面，还可以让你幸灾乐祸啊！这碗咖喱云吞面是有特殊意义的。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早餐就是吃这种咖喱云吞面，还是你带我去吃的。当时你说，保证我在新加坡吃不到，你不记得啊？不记得了，那么久的事怎么记得啊？哦，我还想给我们这次的旅程来个别有意义的开始，你都不记得了。喂，你明明就记得，你骗我。怎么可能忘记？那时候你把整碗云吞面打翻了，害我报销一条裙子。还好是旧的吗？什么旧的？新买的好不好？刚买的，你跟我说是旧的。那不是因为怕你难受。哇，原来你守这个秘密守这么久了。那你还有什么秘密没有告诉我？没有了。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去韩国做的，很自然版的。吃的好饱。下一站去哪？不是说好了吗？一切由我安排，保证一路惊喜。希望不是一路惊魂。为什么？记得吗？上次去Australia自驾游，还不是出了那么多状况，不是在沙漠里迷路，就是找酒店到3更半夜，还有你的车可以开到油箱空了。就是会讲我这么厉害，你来开了。出发喽！好啊。
谁点的？不是我啊。我点的。王淑蕾，你吃报酬啊？对啊，我就吃报酬啊！我这3个月没有好好吃上1顿哎。夸张！什么夸张？千真万确好不好？我每天7早8早起来打 MRT， 从什么 North South Line 转乘 Circle Line， 你知道早上地铁有多挤吗？啊，我都不知道被多少臭男人呢吃了豆腐。最臭的是我那间公司，迟到几秒钟就要扣我的薪水。啊，午餐在 CBD， 买个鱼片米粉啊就没有了15分钟，上下楼梯换电梯又没有了15分钟，剩下的15分钟呢去厕所补个妆就没了，啊，连刷个手机时间都没有。啊，晚餐，我啊已经受了1整天的气啊，累得像一头牛一样啊，哪里还有心情吃晚餐？谁上班不受气啊？像你这样老是换工作好吗？你这2年起码换了有5份工作嘞。是6份工作，哇哦！哎呀，不得不去新的不来了。啊，这句也是送给你的。送我？我没有老换工作啊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蕾蕾是说你换工作吗？我又没有老换男朋友。你是老被男朋友换。哎，王淑玲 ，You very bad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哎，Coco 才刚摆脱情伤，你这样踩他哪里可以？那，谢谢你，丁志强啊，你很老土啊！这个年代最廉价是什么？爱情，廉价过一杯泡泡奶茶，一包快熟面啊！你还情商嘞？我反对。反对无效。耶！那我继续的反对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不是每个女人哦，没有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，把爱情哦当做是一杯泡泡茶或者是一包快熟面一样啊。我跟 Coco 呢是重感情的。是。What's so funny？ Coco， 我跟你说啊，没得吃没得喝会死啊，没有男朋友不会死，当然没有工作也不会死。这我同意一半，没有男朋友不会死是真的，可是没有工作是会死人的。对，没有工作哦就没有钱，没有钱呢就好像在沙漠里哦没有水一样哦。哎，反正不会是我啦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崇高的友情，我有好朋友相伴呐。啊，好朋友是什么？好朋友是在你有难的时候啊，对你不离不弃。好朋友在你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会带你来7天6夜的自驾游哦，然后 sponsor 你全部的吃喝玩乐。这个炒粿条看起来很好吃，你们要吗？有水准。那个酸外真老师，好朋友，叫你们呢？你要叫你啊，不是，他再把你拉过去哦。哦。你们过来啊！我不管啊，今天这一餐你们全部请我吃。炒粿条我请。那水我请吧。还有那么多其他的嘞？当然你请哦。妈，小鱼呢？房间？我没看见啊。你摄像头不是只对着书桌吗？他不在书桌前啊，现在是学习时间。学习又不局限在书桌。妈，你进房看看吧。不如我把手机交给他，那样你就可以随时找到他了。不行，手机给他就更难管了。你叫他马上到书桌前，我看着呢。你也太紧张了吧？孩子嘛，就由他去。专心开车。小鱼，来，小鱼，快坐到书桌前。你妈咪看不到你啊，以为你在偷懒啊。我不要。张子瑜，你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跟 Daddy 说，马上开车回新加坡。是谁规定学习一定要坐到书桌前的？小鱼真的是在看书啊。你跟他说，我随时可以启动摄像头，
每个角落该看的、不该看的都看得到。到时他不要跟我说他没有 privacy。快点起来，听话，去。我又不是不给你休息玩乐时间，现在是学习时间，你就认真学习。 Yes, madam. 你什么态度啊？ Sorry，请不要打扰我好吗？我要认真学习。他挂我电话。可能是这里的网络不好吧。其实，女儿是有你的心了。怎么样，写好了吗？嗯。念给我听。妈咪，我的成绩不是很好，可是也不是很不好。Anyway， 我已经尽力了，我 promise 以后会更用功努力的。什么是不是很好，也不是很不好？不然要这样写。要诚心一点啊。我很新鲜了啊。是吗？你看你一脸不在乎的样子，你妈咪可是为了你考 PSLE 特地请了1个月的假。只不过是个毕业小语而已，为什么能大人总是比人还紧张？现在跟你解释，你不明白。等你长大了，为人父母，你就知道了。哦。重写啊。老郑，照样啊，3个人。都一样，一个青菜豆芽。我这次的 PSLE 成绩不是很好，还有我也很 surprise。上巴四季豆。因为我已经尽力了。就这样。还有咸鸭蛋，爹地你忘了啦？妈咪最喜欢吃咸鸭蛋了。嗯？要流油的。他竟然知道你不吃不流油的咸蛋那很奇怪吗？我打包食物的时候也带着他一起去啊。换一个，再换一个。再换一个。就这个，其他的我都不要，全部一起算。好。杂菜饭的安哥一定很喜欢你。那当然，我开的每一粒咸蛋，我都有付钱的。Apple 说我这是现实主义，可是现实有错吗？我们这一代竞争已经那么残酷了，等到小鱼那一代还得了？你看他什么态度，毫不在乎，哇，我想了都生气。你对今天拿到的成绩觉得很满意吗？我觉得还 OK。你知道去年前5名中学的企业分点吗？以你的成绩，连第5名都进不了，你还觉得 OK？ 我也没想要进那些 top school。部长说，每间学校都是好学校。你还拿部长来压我？宝贝啊，其实成绩都出来了，你再生气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我觉得嘛，考 PSLE 是小的开始，考得好自然开心，考得不好，其实小玉也没有考得不好啊，她的成绩其实是，当然跟之前比起来的确是滑铁卢，不过，我觉得尽力就好，尽力就好。对，没错，尽力就好。可是你问他，他有尽力吗？他这样的成绩，你还觉得 OK？ 还觉得可以？根本就是差透了，都不知道是怎么考的。去哪里？去闭门思过。还给我耍脾气？我有吗？你考出这样的成绩，一点都不觉得内疚吗？ Daddy, what is 内疚？内疚就是你还跟他认真，你不知道他是故意的吗？你说，内疚是什么意思？内疚就是，
很难解释。造句行吗？造。妈妈动不动就拿女儿发脾气，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？很好笑吗？你还气妈咪？你知道妈咪现在心情吗？什么态度？总之，你要好好检讨，知道吗？回房。爸爸妈妈，女儿去检讨了。怎么了？胃不舒服？你这又何必呢？最后伤的人是自己。人家说胃是情绪器官，你工作已经够累够烦了，这种小事就别放在心上。小事？你觉得这是小事？当然不是。我是说，小鱼还小，小孩的事嘛，你别那么较真。就因为我不够较真，太过放任他，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。今天结果怎么啦？又不是一考定江山，更何况影响考试成绩的原因有很多，像是考试时的状态啊，评审老师的心情啊，评分曲线等等啊，你没必要把那个标准定得那么高。我标准高，我没要求他进 Top 3，但至少要 Top 5吧。你看他这样的成绩，想都不用想。我们也不是从名校出来的，现在还不是发展得很不错。你一个 AVP， 我一个小律师，就觉得发展得不错。至少是小成就吧。张方达，我们转眼就40了，你还好意思用成就这2个字？我是说，小成就。你还真是自我感觉良好。我倒觉得你要求太高了。要求高和不争气只是一线之差。你是说我不争气？我说我 OK。OK，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好了，够了，我越说我的胃就越痛。我不争气，笑话。什么笑话？哦，我是说，人生气的时候呢，应该听个笑话。你想不想听笑话？不用了，我回 email。你不是在放假吗？我放假，别人可没放假。就没人带你吗？谁带？律师的工作都是各扫门前雪。我觉得这世上最不该发明的东西就是手机。好。宝贝，到了。我回个 email， 很快的。你回吧，我去拿行李。嗯。宝贝，这里热，回头叫我回吧。我好了。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咕咕。这么厉害，
一眼就认得。我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，结果你的表情是那么的律师。律师还有专属反应？有啊，你们当律师的，不管处理什么案件，不都是要绝对冷静吗？这里会有什么惊喜啊？这地方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渔村，可是对我们来说，其实特别有意义。没有这地方，就没有我们，也不会有小鱼。你这叫矫情。你说我是贱人？不是有句话说，贱人就是矫情吗？这是你自己说的啊。我不知道你啊，我可是常常相信我们。我们那2个字怎么说？邂逅，邂逅，邂逅，对，就是邂逅。我们那天邂逅就在这里，不够。那天的情景，就像录像一样，不时在我脑海里回放。若一切再往前就踏上未知的路，那不存在的未来是我的徘徊。盲目跟着光，跟着风，坚守着什么？无形的伤害，无法再等待，一切都来不及更改。走出了黑暗，走进那曙光，展开你的心房，微笑了奢望，穿越了迷惘，乘着信念寻光，把回忆永远永远永远都遗忘，寻找光再去飞向更远的地方，再一次勇敢朝着新的方向，不再被击垮，也不再闪躲。哎，你叫我是叫你。什么事啊？你刚才是不是偷拍我？偷拍？小姐，你用偷拍这2个字，会不会太过火了？没经过当事人同意就拍对方，那就叫偷拍。没证没据说别人偷拍，这就叫诬赖。有没有证据，把照片亮出来就知道了。亮就亮。不是啊，我为什么要亮给你看呢？不敢啊，那就证明你心里有鬼。我心里有鬼。这光天化日、蓝天白云的，我拍拍美丽的风景，这里又是公共的地方，我怎么就变成偷拍了？你拍风景是你的自由，可是我跟你不认识，所以你没有权利拍我。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只要把我的照片删掉就可以了。我平时不做亏心事，光天化日亮照片也不进。你要证据是吗？好，我给你看。哎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我本来是要拍美景的，是你走进我的镜头，但是我没有拍到你。我刚才明明专注在看，在看什么？
在看风景。这是风景照，这是人物加风景照。强词夺理。小姐，有时候呢，风景需要人的衬托，人呢也需要风景的配合，这样才显得出这照片的美感。你看，风景不需要我衬托，我也不需要风景配合，删掉。删掉，这人美景美删掉太可惜了，不如我发。你看，我还保留住，幸好啊，那么漂亮的照片，你没有把它删掉。那是景美还是人美啊？当然是景啊，景色里头的你美。我当时啊都看呆了，什么时候按下快门我都不知道。你这个营销部副总真是当之无愧。我不是在吹捧你，我当时，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那个爱自由度假屋是不是在前面啊？对，前面就到了。谢谢你。我当时啊，魂都被你勾去了。我变小妖精了，还勾魂。是啊，你就把所有男人迷得神魂颠倒的小妖精，小美女、小仙女。你敢叫我小妖精，把你推下去！不要，你来真的啊？要不要试试看？不要！哎，你当年是故意的吧？我故意什么？你当年差点从木板桥掉下去，是故意的吧？啊？哎，小姐，我没拍你啊！你别动！我真的没拍你。我说别动！We got a emotional day and we live in the name of love. 我怕你骂我。我刚才看到一个人一脚踩空掉下去了。我知道，我有警惕的。你有警惕，还往那里踩？还不是因为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谢谢你。你学过功夫啊？嗯？你速度好快啊！你练轻功？跨栏。跨栏？我是跨栏校队的。哇哦！你小心点啊！哎，谢谢。来了。我还是觉得你是故意的。故意什么？故意假装掉下去，让我救你。是，我是故意的，不然怎么知道你是武林高手？哎，不是，是跨栏高手，是不是真的啊？什么真的假的？你是跨栏校队啊，真的吗？我骗你干嘛？中学4年，我是校队候补。啊？候补。候补？你做了4年的候补啊？对了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一路走来，这渔村好像好近，都没看到几个人。现在的人飞机一坐，哪都能去，很少人会想要来像这样的渔村了。幸好当年你没有飞机一坐，不然就碰不到你了。我哪有钱啊？为了送我去新加坡读书，妈打了好几份工，都熬成皮包骨了。想好了，女儿出人头地，你妈可以享福了。所以我绝对相信教育可以改变命运，所以我才要看紧小玉。对，是要看紧。根据定位，度假屋就在附近。我去那边看一看。嗯。
旅客，我们到了我们自驾游的第一站了。喂，醒醒啊！啊，叫醒 Coco。干嘛鬼鬼祟祟的？莎莎怎么了？睡觉啊。睡觉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他不是闹失眠吗？没有机会睡觉，就让他多睡一点啊。哇，丁丁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你是个贴心暖男。你是不是有在睡觉？有，才怪！我是在模拟睡觉。喂，起来啦，猪！你在讲谁是猪啊？你呀，还有你，吃饱就睡，两只猪。莎莎，我们哪里得罪你了？恨死你们了！恨。蕾蕾，你有听到吗？听到啦。我们哪里得罪他了？为什么他要说恨死我们？我们吃饱就睡，他吃饱就睡不着，是你恨吗？哦，莎莎是不是这样子？天真。不然今晚我陪你睡，我唱摇篮曲给你听。我拒绝跟猪睡。哦，可是我想当你的小猪猪。啊，行。哎，我跟你睡，帮我拿。我跟你睡啊，我跟你睡。Gugu 是以海鲜和旅游业闻名的渔村，大多数的居民呢都居住在水上浮角屋。Gugu 是个马来话，指的是螃蟹的前脚。丁志强，你不愧是做 sales 的啊？什么5星级度假 hotel， 哎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我看你才是诈骗集团，又不告诉我目的地。是啊，什么无敌海景、旅客天堂，你看静悄悄的。今天又不是周末嘛。我觉得挺不错的啊，莎莎说的才是人话嘛。城市生活太紧张，让人喘不过气来，偶尔放慢脚步，也是一种生活享受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你们呢要学会享受生活。来到这里呢，抬头能够看到蓝天白云，又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哦。多么的爽！是热气吧？快热死了，还有多久？大概7、8分钟吧，很快了，就在前面而已。7、8分钟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要加强防晒。我要，来，喂，等吧。你也要？你们防什么晒？我就是要你们晒太阳，我才没有叫那个度假屋里头的那个电瓶车来载我们呢。请你拿，谢谢。我是说他很忙，没有时间来。差不多要午餐了，我去找一些好吃的食物来买呀。OK。Hello， 你好。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爱自由。我们地找到了，想要把行李寄放在这里。没问题啊。我来，这就有点重。好。你们是张先生、张太太吗？是啊，我是跟这里的负责人叫霞妹联系的。小妹是我妈，她有急事出去了。我叫琪琪，你们可以先拿到食堂，我泡咖啡给你们吧。跟我来。一副小当家的样子，好厉害！怎么，想乱自己啊？你小时候不是得天没亮就早起，帮你妈做糕点卖糕点，这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吗？人家是有度假屋出租的，你还说他是穷人家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你说，你觉得他几岁？
我觉得应该有15、16吧。我觉得他跟小鱼差不多。不会吧，这么成熟？咖啡好了。好。哇，谢谢。好香，这里的东西、饮料都是免费的，欢迎自取。真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姐姐。我给你们的房间已经开了冷气，你们待会再进去比较凉爽一点。七七，你几岁啦13。 13岁啦，你真懂事，还懂得来这里帮你妈妈的忙。这里的工人很难请，我妈很辛苦的。不过我也只有周末和学校假期可以过来帮忙，平时我妈都是要专注学业的。你上中学了吧？中一。嗯，你们吃午餐了吗？还没有呢，我正想问你，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？有啊，但是要走到路口。你们刚刚才进来，就不要出去了。一身汗走进冷气房，很容易着凉。不如你们在这里吃。这里？我炒米粉给你们吃。你们可以到处参观，等米粉炒好了，我会通知你们。好厉害哦。好懂事啊。好漂亮啊。宝贝，我们去那边拍照。你看，哇，有没有像15年前的感觉？可是你好像比15年前更年轻。再往前就踏上未知的路，那不存在的未来是我的徘徊，盲目跟着光，跟着风，坚守着什么？无形的伤害，无法再等待，一切都来不及更改。走出了黑暗，走进那曙光，展开你的心房，微笑了奢望，穿越了迷惘，双手迎接曙光，把。